Hello， 大家好，春节快乐！那2025年的蛇年春节联欢晚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其实从我们这个职业病的角度看啊，整个其实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就是一个大型的赛博祭祀现场。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从中找到了很多的线索。那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那其实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最开始的开头，就是主持人一开场，直接就是从木火土金水五行进入的，那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相生跟相克的概念啊，植入到这个开场啊，天地万物宇宙能量运行的5种元素。那当这个东西出现之后，那其实就 get 到我们的天时。那今年正好又是2025年，我们正值离九子运的第二年开始了。那同时呢，这个对于蛇年这个蛇字啊，大家看中国字很有意思啊，蛇年变成四蛇，变成祭祀。那其实蛇这个元素本身在中国传统的一些，比如巫术文化呀，包括祭祀文化，包括最早的说伏羲女娲，她的那个图其实都是跟蛇相关的。那么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天借运，祈求国力昌盛的很好的这样一个天时，这样的一个时机。那我上网看到有一些这个评论说啊，说因为今年是乙巳蛇年，乙木生巳火，木生火，所以木是绿色嘛，火是红色。那为什么今年现场这么多主持人和明星要穿蓝色？就很搞笑啊，就很搞笑。他说啊，是因为那个蓝色是属水，然后去克这个火，达到阴阳的平衡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太外行了。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被网上一些奇怪的人的言论就是唬住啊。本身五行里面水的颜色是黑色，跟蓝色就没有关系。那其次，它为什么要大量使用的蓝色？那么我们后面就要一点点的抽丝剥茧的去讲整个的这个赛博祭祀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啊。那其实蓝色是作为我们古人祭天的一个颜色，那就进入到我们凤凰传奇的这首歌啊，大家会看见啊，它的 VR 的技术整个做的就是我们北京的天坛祈年殿。那我们前面讲的天时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选场地啊，我们的地利啊。好，那凤凰传奇的这个祈年殿的这个歌曲啊，其实它所表现的，包括他们所站的位置，春夏秋冬就代表了我们的一年四季。那当然了，它最外圈的12根柱子其实代表了我们的12时辰，同时也是我们的12生肖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同时也是我们天干地支里面的12地支。那天坛祈年殿其实最早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去祭天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一般那个皇帝都是在冬至的这一天进行祭天大典。其实它就主要是祈求一个风调雨顺跟国泰民安。那中间其实它的礼制上面会有很多的步骤，比如说准备祭品呀，比如说抵达那儿，然后进行一些迎神呀、献玉帛呀、送神呀，包括对于祭品处理的一些相关的环节。那我们说，它整个这个凤凰传奇的这首歌身着也是蓝色元素的服装啊。当然他们说是因为那个天之蓝的那个赞助很像2瓶酒啊，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建筑里面蓝色顶子的只有我们的天坛啊，只有我们天坛这一个建筑，而且它其实呈现出我们古人的天人合一以及天圆地方的这个概念。那天圆的部分有了啊，那待会儿下一趴咱们再讲地方的东西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开场先是把五行的元素抛出来，紧接着第2步就是选择这个祭祀的场所，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天坛。那当然天坛总共其实是有28根柱子，代表了我们古代天文学里面的28星宿啊。那其实后面的几个节目都跟星宿的东西有关，古代的天文历法的东西其实都是植入在里面的。那后面我们慢慢来说啊。那这个东西结束了之后，其实我们留一个小悬念，那就是后面的北斗七星啊。那我觉得今年整个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现场啊，就很像一个连续剧啊。其实它每一个部分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于是呢，我们就来到了第2个，我认为跟这个赛博祭祀相关的，那就是我们这个玉盘这首歌啊，由大凉山的这个小朋友们唱的啊。
啊。那其实古代祭月啊，对于月亮的崇拜一直都有。那北京同样啊，还有我们的地坛和月坛。那月坛就是一个祭月的地方，其实月坛祭月的地方就是一个方形坛，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有天圆，那当然就有地方啊。那所以当这个玉盘这首歌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本身月亮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祈求一个长生不老啊。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整个玉盘这首歌就你看小朋友们也是穿的蓝色的衣服，对不对？那其实小朋友的这个歌曲以及小朋友的声音就很像一个与古人对话的过程。那同时包括上一趴我们讲的它的这个古代星占的东西，包括我们古代星占里很重要的月相图啊，那其实是在第2首这个歌曲里面呈现出来的啊。那其实在祭祀的用品上面有一个物件吧，叫玉环。玉环就很像他歌曲里面唱的玉盘，它是一个圆形的。那至今我们能在许多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它，然后它是一个出土的形态，它其实就算作祭祀的用品。那其实月亮也代表了我们可以去穿梭我们的多重宇宙。大家有看杨紫琼去年获奥斯卡的那个电影里面，其实她最后就是包括颁奖的时候，包括它里面那个电影里讲到的所谓的这个贝果，就是这个贝果其实也是圆形，它很像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唱歌的时候的那个手势啊，一直在问在问月亮的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的天元是我们的祈年殿，那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祭拜这个月亮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的航天工程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好，那其实航天与玄学一直在对话啊，我们把古人认为的宇宙和现代科技相结合起来。那其实在我们紫微斗数里面，一年其实就是代表月亮的太阴星会化忌，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玉盘这首歌对于月亮的敬畏以及祈求大家的情感呀、心态呀、感受上面变得更好，其实这是形成了一个它背后的寓意啊。这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很感动，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到第三个歌曲其实当祭坛出现了之后，其实更多的不管是歌曲啊，还是所谓的诵经啊，所谓的去唱这个东西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还是任何一个宗教，其实都会有涉及到。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王菲的这首歌。其实王菲这首歌呢，我觉得我能听到的更多是大家对于因果轮回的一个敬畏。那其实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那其实对于这个因果轮回和对于这个神明的敬畏，我觉得在之前的20年，在艮运的之前20年里面，其实人是无所畏惧的像我们总说一句话叫笑贫不笑娼，其实更多的人他去膜拜和崇拜的其实是金钱、权力认为这个人有钱，所以他就什么都好。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来说，我们不说宗教相关，但是我们是要敬畏因果的。那其实王菲的这首歌让我更多的认为，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是尊重生命，然后达到一种自然规律与我们这个人和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东西。那其实对于轮回来说，大家有机会可以点我之前就是做的苍兰诀的那一期。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重庆的大足石刻，里面有一个6道轮回的这样的图。那在那个 vlog 里面，我有详细的去讲6道轮回到底是哪6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喜欢的可以翻回去看一看。那其实王菲也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同时她也是做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吧，然后再去诵经，再去传达，以及他最后的那个双手合十，其实我还是非常的感动就是终于唤醒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文化的血脉觉醒。那么最后到了我们整个这个赛博祭祀的一个高潮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斗柄男团是吧？斗柄指东天下春。那大家一直就想说这个斗柄跟这个春夏秋冬有什么关系？那我给大家放一个这个图这个动图，你就会发现北斗七星它的斗柄指向了哪个位置，就代表了古人去观测春夏秋冬的时机。那我们前面的五行有了，天元有了，地方有了，时机有了，唱经有了，那么最后就差我们供台上面的
供台上面的。其实北斗七星一直和命理学息息相关。那在道教和玄学当中，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掌管人生死福祸的神灵啊，通过祈福可以改变命运以及延年益寿。那其实，在道教科仪里面，就是七星灯这个物件啊非常重要。那其实我在小红书上有发啊，就是大家这几位帅哥吧，帅哥们的站位啊，就是我们北斗七星的位置。那斗柄的位置就是排第1位的那个朱亚文的那个位置，就是斗柄的位置啊。那其实北斗不光是7星，其实北斗理论上来说是9星，他们还有2个可能没有选出男神吧，对，旁边2个其实还有左辅右弼2颗星。那其实整个的这个7星灯阵，它的布置其实也是符合阴阳五行之理的啊，代表了这个生命的象征，也是达到一个祈福，就是供桌上的那个灯的那个目的。然后只不过在晚会现场是以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些男明星们的呈现形式展现出来的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还有一个相关的，其实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在第104回里面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诸葛亮叫7星调魂术啊，大家听着非常的玄，是不是？哎，其实就是向天在借命的这种感觉啊。那其实对于整个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元素，我还是非常感动的。可能大家觉得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不好笑了啊，因为它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逗你笑了啊，它其实是一个全民大型的祈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因为什么节目能比得过联欢晚会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会坐在电视机前去看节目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大部分都是在看一些网络平台的东西啊，一些 app 上的东西啊。那我们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所以聚集人气啊去做这个事情，也是祖国希望大家活得更好，国家更加鼎力昌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在吧那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春晚这些玄学的巧合，这些玄机的应用，以及我们真正的离运的开始。有时候大家总问说那老师，那什么时候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我怎么能把握好抓住这个时机？那其实我觉得春节联欢晚会就像是一个发布单，一个 list 告诉大家到底这个新的时代的规则和玩法所以当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凑齐的时候，我们的这场赛博祭祀也是圆满完成。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国力鼎盛大家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所以用这些方法以及背后的用心良苦，我是非常的感动的。那同时乙巳蛇年也是充满机遇跟挑战的一年。那这一年里边，我们紫微斗数里讲天机化禄，天梁化权，紫微化科，以及太阴化忌。那么在今年，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去精专自己的学术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时对于情感，然后情绪自己内心化的东西要注意再注意，千万不要受到情绪化的影响，或者是感情用事那不知道我的这个解读大家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和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希望各位在2025年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整个工作室，我们所有的教师团队，还有我们海外的同学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出自己命盘最好的样子。大家在今年一起共同进步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